不再是在飞行性能上做一系列的这种验证，更有可能是在战场感知、飞机本身跟后方的这个指挥体系的交联，以及这个火力、火控。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防务面对面。最近有一款飞机引起了大家的高度的兴趣。这个飞机呢，就是大家俗称的胡鹰的舰载型号，大家是翘首以盼啊。那么，如果这个型号呢是确实存在的，那么它与美国的 F-35相比有没有优势呢？如果有优势，在哪些方面呢？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刘晓飞先生，请他对中国下一代的隐身的舰载飞机做一个分析和评判。其实我们知道，它现在我们的辽宁号舰载机歼15嘛，但是歼15大家也很清楚，它毕竟不是一款隐身战斗机。对，我们周边的那么多国家，你像这个日本，都是开始往这军舰上扔 F-35B 了。对，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辽宁号带着歼15出去，我不说跟尼米兹级对抗，跟福特级对抗，恐怕仅仅是空对空较量情况下的话，如果不依赖火箭军，我们空对空较量都不见得能占很大的优势。就是我有一个看法，就是说咱们辽宁号即使和日本的雏鹰级的航母相比，可能也不占优势，差距就差在这个舰载机上了。对，因为对方的隐身战斗机，我们如果不能有效探测的话，而我们的攻击是比较明显的话，这变成单方面的这种信息上优势了，这个是很单向透明了，单向透明是很吃亏的。所以，关于歼15上线部署，我们一直有观点，这是临时性、阶段性的。而海军好像一直也没有把歼15当成一个真正的舰载机主力的一个机型去发展，都是过渡型。真正眼睛盯着的，恐怕都是我们说的5代机。因为在去年11月份，各种网络空间呢，在传着一个画面，就是我们新型的下一代的舰载机起飞了，就是那个绿皮飞机。对，那么大家都在议论呢，这可能就是中国第5代的隐形舰载机。对，而且最新爆出的照片呢，就是给人感觉它跟以前的一些原型机相比这次不是说气动外形上有很大修改了。过去我们看到老的那个胡鹰版本，它的垂尾跟现在版本那个垂尾差距很大。对，那可能是重点侧重点就不一样了。而现在我们看到这样新的飞机，它给人感觉是整个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已经变得比以前要完善了很多。那么这种能力增加，就意味着不再是在飞行性能上做一系列的这种验证，更有可能是在战场感知、飞机本身跟后方的这个指挥体系的交联，以及这个火力、火控开始要综合性的这种进行验证和测试了。比如说，我们看到 EODS， 那么现在的隐身战斗机，这个 F-35有。F-22是没有的，对，我们这个歼20也有。那么紧跟着看，就这架飞机有 EODS， 有 EODS 情况，就是说我现在不用我的雷达不用雷达，完全靠热成像的这种探测手段，对，我可以在100公里左右甚至更远的距离上发现类似像 F-16这样的目标。就是我问了一下，就是若干年前还不是现在，那么国产的这种热成像的探测设备放在飞机上，对 F-16大小的目标，那么迎头的时候发现距离是多少呢？大概是100多公里，这就非常厉害了。看着说俄罗斯那个苏30进来之后，它原来也有光电雷达嘛，对，那都不符合中国军队要求，全得扔掉，全得换掉，要换成我们的，这才能够符合这个指标。比如我们这个歼35就是网络俗称歼35它这个 EODS 完全配备好之后，上下左右全都有的话，就应该能够全向各个方向上对迎头的、背后的各种空中的、地面的威胁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察和识别作用。这个技术美国 F-22是没有的。对，因为实在是隐身目标之间的较量，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对，因为你现在是隐身的，你尽可能的要降低自己的电磁辐射。F-22要靠什么？靠噪声雷达。我发射信号，别人听上噪声可能是不敏感，但毕竟也是有辐射的。真正做到隐身的，就是这种红外探测预警能力了。那么它的隐身能力本身是不是也提高了呢？目前我看到的说法就是，它的整个外形要比 F-35要显得更光洁一些。尤其是我在飞高空的时候 ，F-35的那个肚皮，你看的它不是很平整，对，有很大的起伏嘛。这种情况下，它的雷达反射面积有可能比一个彻底平整的一个表面呢，可能要差一些。如果比这个机腹的平整度，就是明显咱们这个比 F-35强一些。
我看到在边缘的很多切角啊更加平滑了，就是比原来的咱们那个胡鹰飞机啊又平滑了很多。应该说呢，它的隐身性能呢肯定比原来要提高了。对，可能是 F-35它的隐身设计，当时我们都说它的隐身这个程度是不见得比 F-22高的啊，它是0.003，F-22是0.001的反射面积。对，所以呢，现在有人觉得可能我们这个飞机的隐身能力跟 F-22可能是在一个相近的水平上，要比 F-35好一些。另外，它的一些机械资源是不是也比 F-35要强呢？比如说它的作战半径、它的挂载量、它的载油量、它的载弹量等等等等。目前看，从航程来讲，咱们这个飞机的航程不算太差。作战半径1250公里的话，这个作战半径应该是比较够用的。而且呢，从载弹来看，咱们这个飞机呢，虽然说没有侧弹舱，格斗的时候可能不见得占优，但它的中央的主弹舱。那个弹舱的空间不算小，除了远程空对空导弹之外，它应该能够携带一些相对比较大型的航弹，甚至不排除能够携带一些长度不是很长的反舰导弹。除了反舰导弹，咱们各型的空导弹是不是也能带呢？因为咱们的歼20带各型空导弹都没有问题。那么这个胡鹰型的舰载机，应该说带霹雳12、霹雳10。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带霹雳12就太浪费了，我估计应该是霹雳15起步。另外呢，这型飞机和 F-35相比呢，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是双引擎的，对 ，F-35呢是单引擎的，双发，意味着它整个的载荷能力，它整个的滞空时间是不是也应该比 F-35要强呢？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引擎的发展那个水平怎么样？如果说将来我们那个每个引擎发展那个推力都不错的话，那就不仅仅是滞空时间的问题了，后边有很多发展。你比如说。我这个发动机功率如果足够的话，带动的能量会更多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可以考虑在飞机上增加一些能量武器？应该它是有这样的空间的。大家都知道，枭龙呢用的是2D93，而波音飞机呢，它的推力呢已经比2D93呢高1吨左右。那么有可能，下一代我们舰载机型的这个飞机呢，应该比目前用的这个发动机呢，它的推力更大。那么也就意味着它产生的功率呢，也比原来更大。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觉得这个发动机啊，可能是我们现在需要最关注的一个点。是我们舰载机如果发动机这个问题得到这个彻底解决，可能很多潜在的能力就不是我们现在通过一个外形能看出来的了。好。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聊到这儿。我们期待我们第5代的隐形舰载机呢早日出现。谢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方方面面，下一期我们再见。